延续我们之前引发热烈讨论的黑洞系列话题，现在有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进展。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宇宙深处发现了一颗曾经沉睡的黑洞突然苏醒，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跃迹象，震撼了整个天文学界。依靠韦伯望远镜独有的红外成像技术，天文学家首次清晰地观测到一个处于沉寂状态的黑洞，通过撕裂一颗靠得太近的恒星突然复活，释放出能量喷发，而这一现象在传统的光学与 X 射线望远镜下几乎是完全隐身的。这是科学史上首次人类能够直接侦测到被浓密宇宙尘埃层层包裹的潮汐破坏事件。这种突破性观察不仅印证了某些休眠黑洞的存在，还暗示着宇宙中可能潜藏着数量庞大、此前从未被发现的黑洞家族。接下来的内容将带您走进这场科学的侦探故事，看看韦伯望远镜是如何穿透宇宙尘埃的帷幕，一点点揭开那些深藏在宇宙最黑暗角落里的秘密。潮汐破坏事件，也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 TDE， 发生在一颗毫无防备的恒星不慎接近某个超大质量黑洞时，它强大的引力场就像一把宇宙剪刀，把恒星瞬间撕成碎片。这一过程宏大而暴力，宛如宇宙级的灾难片现场。那些被黑洞撕成碎片的恒星残骸会迅速被拉成一圈高速旋转的吸积盘，在剧烈摩擦和极端温度的作用下，释放出闪电般耀眼的辐射闪光，像是在夜空中瞬间点燃的一颗巨型烟花。这种潮汐破坏事件的发生频率极低，属于宇宙中的稀有奇观。即便到了现代，全球范围内的天文学家总共也才记录到约100例而已，可见其观测难度和科学价值都极为罕见。阻挡我们窥探这类事件的最大障碍，其实就是宇宙中到处漂浮的尘埃云。这些尘埃像是厚重的宇宙棉被，将可见光和 X 射线都层层过滤掉，让传统望远镜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几乎瞎了眼。但幸运的是，红外线不像可见光那样容易被尘埃阻挡，它可以像穿透雾霾的探照灯一样，突破重重遮蔽，让我们得以一窥尘埃背后的真实宇宙景象。正是因为红外观测具备这种穿云破雾的能力， NASA 的 NEOWISE 项目才得以领先一步，在这场寻找沉睡黑洞的探索之旅中迈出了极具意义的第一步，为后续更深入的观测打下了基础。10几年来， NEOWISE 像一位夜行侦察兵，不间断地扫描着宇宙的天幕，直到科学家们灵机一动，将先进的算法引入分析，才从庞杂的数据中挖掘出那些原本会被忽视的短暂而异常的红外线爆发现象，为后续追踪提供了关键线索。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突如其来的红外爆发竟然发生在一些看似风平浪静、毫无征兆的星系中。这种死寂中苏醒的情形，大大增强了一个假设，即休眠黑洞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恒星唤醒并开吃，从而引发耀眼能量爆发。借助 NEOWISE 的数据分析成果，科学家初步锁定了多个潜在的观测目标。经过层层筛选和优先排序，最终选定了4个信号最强、活动最显著的星系，将它们交由韦伯望远镜进行后续高精度的红外观测。韦伯望远镜启动其中红外仪器，对这些目标进行精细观测时，结果几乎是一锤定音。其捕捉到的数据清晰有力，不仅确认了黑洞活动的存在，还为一系列隐藏物理过程打开了研究之门。它所记录到的光谱信号几乎可以说是黑洞吸积活动的指纹。这种特定的能谱特征，只有当物质被黑洞吞噬并加热到极端状态时才会出现，堪称黑洞正在进食的铁证。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望远镜检测到了高度电离的氖元素，这是一种只有在气体温度升至数百万度时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与此同时，探测器还捕捉到了中红外波段强烈的硅酸盐发射风，说明有大量尘埃在高能辐射下被激发。这些信号共同构成了潮汐破坏事件的直接证据链。这些明确的观测信号，如同一串串拼图碎片被依次拼合，最终让科学家确信，这些星系之中确实曾发生过剧烈的潮汐破坏事件，黑洞吞噬恒星的犯罪现场得到了实锤证据。而每一个被记录下的事件，都像是宇宙课堂上的一节特别课程，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全新的、前所未有的视角，
去理解黑洞行为的细节与宇宙动力学的复杂性。其中一个案例尤其引人关注，这是目前为止人类探测到的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潮汐破坏事件，发生地点仅在大约 1.3 亿光年之外，几乎可以说是在宇宙的后院里，这使得它成为研究该类现象的理想样本。另一处发现则更添神秘色彩，它不仅伴随着红外信号的爆发，还同步释放出短时的 X 射线耀斑，这种多波段同频共振的景象极为罕见，为科学家提供了一幅从多个能量层次同时观察黑洞活动的立体图像。第三组图像进一步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科学家观测到大量气体以远超常规的速度在太空中急速移动，这种现象就像是碎片在黑洞边缘疯狂打转，形成一场壮观的宇宙旋风，为黑洞袭击过程提供了动态证据。这一系列观测结果不仅具有突破性意义，更代表着韦伯望远镜首次成功识别出此前完全被尘埃遮蔽的潮汐破坏事件，等于为天文学家打开了一扇通往隐形黑洞世界的大门，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手段，能够在那些被浓厚宇宙尘埃笼罩的星系中观察潮汐破坏事件。这项能力意义非凡，因为正是这些环境最有可能藏匿着处于休眠状态的黑洞，它们平时悄无声息，却能在关键时刻释放毁灭力量。而一旦潮汐破坏事件启动，黑洞周围就会被激发出大块亮度极高的尘埃结构，这些亮团在红外波段中格外醒目，使科学家能精准地定位这些隐秘的能量源头。与那些会发光发热的活跃天体不同，处于休眠期的黑洞就像是潜伏在夜色中的猎手，平日几乎不发出任何信号，只有当一颗恒星不小心误入它的引力范围时，才会暴露其真实面目。这也让这类黑洞成为宇宙中最难追踪的天体之一。韦伯望远镜的发现正式确认，潮汐破坏事件不仅是一种天体巨变，更是我们识别这些潜伏黑洞的一种有效方式。未来或许可以借此手段绘制出宇宙中隐藏黑洞的星图。更进一步的对比研究发现，在这4个星系中所呈现出的尘埃结构，与已知的活跃星系中常见的环状尘埃图案明显不同。这一差异提示我们，这些黑洞并非长时间处于活跃状态。正是这种尘埃结构上的差异，为科学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黑洞并不是日常持续吞噬物质的活跃分子，而是通常处于沉睡状态。只有当一颗恒星不幸闯入它们的势力范围时，才会苏醒并瞬间爆发出惊人能量。这些观察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分类不同类型的黑洞，还极大加深了我们对黑洞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复杂交互机制的理解，像是开启了观察宇宙生态系统互动的显微镜。借助红外数据的时间分布与能量强度分析，天文学家如今得以反推出黑洞本身的一些基本属性，比如它有多重、转得有多快等。这些过去难以获得的信息，如今变得触手可及。举个例子，一颗恒星若被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撕裂，所产生的碎片可能会像雪片一样缓慢飘落，落入黑洞的吸积盘。而如果黑洞本身自旋极快，那些恒星碎片则会被迅速吞入，加速加热，甚至可能产生更猛烈、更明亮的高能辐射，仿佛被高速搅拌机卷入的火球。正因如此，每一次潮汐破坏事件都不只是观测记录那么简单，更像是一场宇宙级的自然实验。科学家得以借此验证和修正现有的天体物理理论模型，推动对极端天体行为的深入理解。而这些新发现不仅对黑洞本身的研究有巨大价值，更直接影响我们对整个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的理解，等于是揭示了宇宙大拼图中一块长期缺失的关键部分。黑洞对所在星系的影响源比我们曾经想象的更为深远，它们不只是慢慢安静地吞噬周围物质，还会通过潮汐破坏事件这样的爆发性行为，瞬间搅动星系内部的物理结构和能量分布，引发连锁反应。在这种巨变中释放出来的能量之大，足以把星系中的气体云加热到数百万度，甚至将它们从星系中心推向边缘，直接影响恒星诞生的环境与节奏，相当于黑洞在调控整个星系未来的面貌。
而正因为过去的观测手段难以穿透宇宙尘埃层，我们可能大大低估了这类潮汐破坏事件的真实发生频率，也未能完全认识到它们在星系演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能就像冰山下的庞大结构一直未被识别。如今，韦伯望远镜以其前所未有的红外灵敏度，第一次让这些隐藏在尘埃后的潮汐破坏事件变得清晰可见，将它们从偶然奇观转化为一种系统性的研究工具，成为我们破解休眠黑洞活动的新钥匙。不过，这场发现的盛宴才刚刚开席。科学家普遍认为，我们所确认的这些尘埃掩盖下的潮汐破坏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宇宙深处还可能埋藏着更多尚未被揭示的黑洞觉醒瞬间。借助韦伯望远镜以及未来即将投入使用的更先进观测设备，天文学家有望揭示更多恒星被黑洞吞噬的壮观场面，让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建立起更加系统的认知。随着越来越多这类事件被捕捉记录，科学家将拥有足够大的样本池，可以开始分析不同类型星系中黑洞用餐行为的差异，从而揭示这些宇宙吞噬者到底多久吃一次，在什么条件下最容易开胃。在这项探秘宇宙黑洞活动的长期任务中，时间的把握就显得尤为关键，因为这些潮汐破坏事件的发生和演化并不是一瞬即逝，而是遵循着一定节奏缓慢展开，错过最佳观测时机，就可能错失大量宝贵信息。一次典型的潮汐破坏事件，其辐射变化可能会从数个月持续到好几年，犹如一部太空连续剧，情节起伏不断，每个阶段都隐藏着重要的物理信息，等待科学家一点点拆解剧情。科学家通过精准记录红外辐射的逐步变化，就像跟踪恒星残骸的生命旅程，可以推测出这些碎片在被黑洞完全吞噬前究竟徘徊了多久，甚至判断它们的路径和停留位置，这对于理解吸积过程至关重要。而这些时间轴所揭示的细节远不止于此，它们还能告诉我们黑洞在吞噬物质时效率有多高，以及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打了个嗝，释放出高速粒子流或形成耀眼的喷流，这些都是影响整个星系能量结构的关键变量。令人期待的是，一系列即将建成的新一代天文观测设施正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它们的加入将使这一前沿探索如虎添翼，让我们有能力以更高精度、更广范围追踪宇宙中隐藏的剧烈活动。例如，正在建设中的维拉 C 鲁宾天文台将凭借其前所未有的广角光学巡天能力，能够在潮汐破坏事件刚刚发生的黄金时段捕捉到信号，为后续深入观测赢得宝贵时间。一旦鲁宾天文台捕捉到初步迹象，韦伯望远镜便可迅速接棒，深入追踪那些被宇宙尘埃层层包裹的事件现场，为我们呈现出它们在红外波段下的完整图谱。通过这些强大设备的通力合作，科学家能够首次建立起潮汐破坏事件的多波段立体图像，从最初的可见光闪耀到高能 X 射线爆发，再到红外辐射的持续回响，构建出事件全过程的时间拼图。这些极端现象不仅为黑洞研究打开新窗口，更提供了研究极端物理条件的理想实验平台，在真实宇宙中验证我们对高能强引力环境下物理规律的理解，比任何地面实验室都更贴近自然本貌。尤其在靠近黑洞事件世界的区域，引力之强足以弯曲光线、拉伸时空，几乎挑战了我们现有的广义相对论框架。这些区域简直就像是物理学的边境地带，等待人类科学更进一步探测与突破。在如此极端的引力环境中，科学家得以目睹恒星残骸在黑洞边缘那令人窒息的引力漩涡中如何扭曲、拉伸，甚至蒸发。而这些观测正是研究强引力物理学、检验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引力理论交汇点的宝贵数据来源。另一个激动人心的研究前沿是通过这些事件系统性的测量黑洞的自旋速度。这个黑洞自身的旋转指纹不仅影响其周围时空结构，也可能与它的形成历史和演化轨迹息息相关。虽然我们可以借助视觉化图像和模拟动画描绘出黑洞吞噬物质、释放能量的壮观过程，
但真正精确的测量其旋转状态却一直是科学界的难题，仿佛在隔着浓雾寻找远方钟表的秒针。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潮汐破坏事件被详尽记录与分析，科学家们有望在数据中识别出潜在的规律与模式，为解锁黑洞自旋之谜提供新的线索，或许能揭示其形成与成长的深层机制。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每一次拓宽视野的尝试几乎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正如航海者越过地平线便遇见新大陆，天文学家深入红外宇宙，也正逐步揭示那些曾被我们忽视的深空奥秘。回顾历史，我们曾通过无线电波发现了脉冲星、微波信号和宇宙大爆炸的残余、宇宙背景辐射。而今天，韦伯望远镜正用它锐利的红外眼睛探测宇宙中那些被尘埃深埋的辐射源，开启隐藏宇宙的新篇章。此次所捕捉到的4次潮汐破坏事件，其实只是宇宙深处波澜壮阔现象中的冰山一角，它们更像是前奏，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发现正悄然酝酿。韦伯望远镜的最新成果明确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长期沉寂如幽灵般潜伏在星系中的黑洞，也终有一天会因一次偶遇的恒星唤醒，以惊人的方式爆发出活跃迹象，为我们提供难得的观测窗口。这一突破不仅揭示了黑洞在宇宙中进食的秘密过程，更开启了我们理解其如何积累质量，如何影响周围环境，乃至主导整个星系结构演化的崭新路径。感谢您的收看，希望这趟穿越尘埃与光年的旅程激发了您对宇宙更多的好奇与探索欲望。因为真正的启示往往就藏在那些被遮蔽的角落之外，等待着我们用新的眼睛去发现。